公司停电，结果我跟客户蹲在了一个坑里。我一直纳闷，为啥准点下班会有种罪恶感？只要有同事在卷，那我一起身就会被打上摸鱼一天的标签。我就想知道，前天把人大楼都黑了的慧仁，能不能来我们公司一趟，让我准点下个班啊？再这么卷下去，我真的要透支了。于是今天下班，我就准备和同事们拉了电闸，反对加班。正在和客户喝酒的老板，那一听公司停电了，买了一箱蜡烛就冲公司来了。麻将啊，不干了。怎么着？是一起祈祷吗？他说这一天加班就是为了今晚客户的项目，只要今晚能做出来，那每人奖金1万啊！我当时奔着电销就去了，我电闸一拉，立刻。这下真学着黑大楼了。我想趁黑赶紧溜了，可我有验房证啊。到了门口，脸撞到了个肉肉的东西。我打开闪光灯一看，我当时一个没忍住，就吐了。客户应该也是喝多了，那一看我吐，他也勾出来了。他奔着厕所就去了。等客户吐完回来，我摸黑找了2瓶饮料跟他道歉。只要一来电，马上加班赶项目。客户一看我炫了一瓶，他也开始炫了。可我怎么感觉这饮料不太对劲呢？过期了。把地拖了。我去厕所顺拖把的时候，就听到客户在隔壁宣泄，可我把拖把顺了好几遍，怎么公司越拖越有股酱香味呢？我打开手电筒一看，客户吐女厕所拖把池里了，我还得站到公司抹匀了。我这一紧张，那瓶过期的饮料也开始折腾。趁着公司黑没人发现，我就想先躲厕所去，可我刚一蹲，就感觉被一双有力的大手给拖住了。随后我就听到了一句。我当时一个没忍住，直接就决堤了。那人急了，照着我安全就给了一巴掌。我一害怕，又没忍住。后来我们公司到点就催着下班了。下班！因为我们老板说，再也不想有人拿翔报复他的客户了。我的亲生老板因为出个差要把我撕了。他问我出差带什么行李箱啊？我们女生出差东西多，带个行李箱怎么了？客户就离我们2公里。于是我在零下3度的天，为了面子把外套脱了。等我们起步驾到地儿下车的时候，我突然就感觉我屁股后面好像开空调了。我衣服！老板问我今年是不是本命年啊？我这看行李箱有个红绳儿，有个红绳儿，有个红绳儿，红绳儿。鱼中冷吗？不冷啊。那客户可能真的觉得我们老板燥热，接着就要给他拿冰水啊！不，喝热的，喝热的。本来就没吃早饭，我这职场压力一大，那冷汗直冒，要晕过去了。送这个吧。我说不用，我包里常带着巧克力呢。他化了。你还是吃这个吧。我当时赶紧拿纸擦擦手就接过来了，软蓬蓬的，一口下去，回味是满满的燕麦醇香。吃饱就陪，赶紧把合同谈了。是这个吗？他已经替我签了呀。啊？假期阶段证能有多离谱？就一进公司这个门吧，他就浑身难受。老板说让我抓紧充电，找回状态。我冲！人工智能的发展就是让工人别太智能，我从头到脚那能不主动尽量被动。我还新入手了个臀部按摩器，大骨头还在加热，一个往上坐。怎么安静了？我当时用力坐着，不让那按摩器发出动静，可它好像是压感的，越重它越动。我一说话感觉不太对劲了，突然窜到我肠胃里面，我想吐，只想收不住的那种。但我还是很礼貌的调整了分站角度。我的心血，我的早饭。完事，客户还是比较有格局的。他吃完饭回来，还让老板以后给我充足的休息时间。你被开了啊！然后我起来收拾东西的时候，突然闻到一股泡菜味，原来是客户做我工人在那换洗。哎，看我这是啥？我说臀部按摩器，他说他想试试。不，可
客户说这几天他痔疮还便秘，没想到还有这种享受。我说你非要吃，那就拿着这个吧。他问我这又是啥？我说这是舒洁湿厕纸。我懵了，我说你先别懵，我看说明书了，这存办公期饭后不能使用，你非得用，拿着吧。放假之前我劝他还能冷静点，我都被人送进医院了。那天我去商场买中秋礼物，排队付钱的时候，有个人冲过来拿箱子就撞我身上，他还嚷着让我赶紧让开，我这暴脾气一下就上来，我给这箱子夺回来，一屁股我说我就不让，他捂脸了。我问他是不是害臊了，他说不是，你看你屁股。他一说我就感觉有股电流从尾巴根穿头皮上来了。我问他箱子里装的啥呀？他说仙人球。他说刚才抱着的箱子破了，怕扎到人才让我让开的，没想到我比仙人球还硬。完事我找到了大貔貅张大夫，他问我是不是痔疮又掉出来了，我说不是，是屁股长刺儿了。张大夫先给我拿灯烤，又拿镊子拔。他说他这辈子都没想过还能给刺猬动手术。完事我打车回家跪了一路，师傅都说我是他见过最有礼貌的乘客。那天在家闲着收拾东西，下楼寄快递，我又遇见了仙人掌大姐。她说她就在这附近开花店，她问我没事吧，我说没事，就臀围大了3圈。她小身材都没这么好过。大姐当时就被我的格局打动了，非要跑进店里给我拿一箱礼物。我说不用了，可是她大姐又做出那个熟悉的捂嘴动作。我问她这不是仙人掌吧？她说不是。我说那就行。她说是栗子，带壳的那种。你这是，哎呀！什么人才会花了钱找炖踹呀？最近公司的00后好像开始步入老龄化了。保洁说我们一天掉的头发都能绑个拖把了，颈椎侧弯了，腰椎强直了，哥们一坐就开始瘫了。姨妈都该2月敲一次门了。你咋了？我脱单了。我们是家非常有活力的公司，都是年轻人。看你。老板一看我们这状态，感觉都要比他先退休了，然后就开始画饼了，说加班干完这单就带我们去按摩。去，现在去！完事到地儿，他和客户先按上了，还在那跟我们讲解呢，说脚上有反射区，哪里疼就是哪里有问题。没事，疼嘛，就是干，不感觉是。老板说这玩意儿太遭罪了，年轻人受不了。我说没事，我们不按脚了。我们直接上店里最贵的踩背。这项目是真新奇啊！开始之前我还特意问了师傅脚臭不臭，师傅说不臭，都消毒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你们也知道，我苏萌主打是一个肠胃不好的人设，我踹的肠胃都蠕动了。当时我就绷不住了。老板一看我面色红润，说换他试一下。我现在是箭在弦上，一动也不敢动啊。这都才老遭罪了，还是让我一个人受着吧。吃完了吗？吃完了。我脚臭了。大家以后请假的理由真的不要太离谱。那天我就骑着上班在路上碰了一下，老板打电话问我为啥迟到了，我当时嘎就把电动车扔地上了，掏出自拍杆就开始给老板剧情演绎了，然后担心大家省了7天。可我妈当真事儿了，天天好吃好喝在这伺候着，把老家太爷爷祖传的壮骨粉都给我打听来了。就这样，完事这几天没去上班，老板也是装会来事儿的。那天早上我还没睡醒呢，他就带了半个公司的人来我家了。说实话，我当时心都跳到嗓子眼了，我难受，我想哭，就那种明天就要开学，但是做暑假作业的那种感觉，你们懂吗？我嘎就从床上蹦起来，坐那就开始往嘴上哭吐粉。我就怕他看我这几天生龙活虎的，再把我工资撤回了。但在屋里听着外面寒暄了几句，怎么就没动静了？我赶紧打开手机上的客厅监控，就在那看了。在画面里，我妈进厨房泡茶了，老板带着一群同事在我家客厅桌子面前鞠躬了。我一看桌子上摆着各种水果，然后中间放着那坛祖传的壮骨粉。这画面应该是误会大了，因为有位同事已经开始抱着那坛子哭了。我妈出来一把就抢过来了，她说：“这是萌萌的，别弄湿了，还得吃呢。”这误会也太炸裂了吧！老板他们全懵了，一句话都说不出。我妈还在那客气，跟他们说：“你们来点不？走的时候拿点装点啊，这都自己家的好东西啊。”我看这画面，他们明显是要绷不住了。我妆都没化完，就赶紧冲出来。大家好。我就
说请假的理由不要太离谱吧。